思维的核心就是要论证。什么叫论证？简单来说就是讲道理啊，就是要去说理。所以批判性思维，学好了批判性思维，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去形成一个更加融洽的人际关系啊，就是我们能够总是好好的和人去讲道理啊，而不是动不动就是立场先行、动机先行、情绪先行，诉诸暴力、诉诸人生，而更可以去就事论事的好好的去推进这个议题的一个前进。所以怎么把这个道理讲好啊，把批判性思维学好啊，我们知道怎么去更好的抛出一个观点，用更真实的、更相关的、更充分的理由和论据去支持我们的观点，才可以让我们的对话去进行到一个良性的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挑战的。第一个挑战其实就是刚才可成说到的情绪的问题。我在很多场合跟我的一些朋友分享过一个小趣事哈，也叫一个段子，就是我们当年刚刚成立 C 计划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学院规模还很小，也是在一堂如何讲理的课结束了之后，大家自由的提问，然后就有一位男士啊，直接站起来跟我说，讲理这件事情啊，不是很有用。例如，你跟女人们讲道理讲得通吗？他就直接对着我们3位有女性，他参加的是一个由3位女性创办的这样的一个培训项目啊，然后直接就跟我们说，跟女人讲道理是讲得通的。然后包括还有人就附和他，例如像家里就不是讲理的地方，家里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啊，然后大家都会从自己的身边举很多的例子啊，表达这种讲理的困局、讲理的局限性啊，跟很多人讲理是讲得通的啊。为什么讲理会讲不通啊？其实背后很重要的原因不是你的这个道理啊，而是在于你的姿态，而是在于你所激发的这种情绪。所以我们学习批判性思维，除了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讲理之外，它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洞察一个人的情绪。他为什么不愿意听我讲道理？他被卡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他背后的原因、背后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对方，更好的去营造一个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这样一种人际交流的环境和公共交流的一个环境。举个例子啊，就像我刚才说到这个学员，他说跟女人讲理讲不通，他背后是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和污名化啊，女性都是情绪化的啊，跟他们讲理讲不通，它是有这样的一些刻板印象在里面的。但是我们也是要看到，在有一些家庭里面，在有一些关系里面，女性确实是那一个更容易歇斯底里、更容易情绪失控的、情绪更不稳定的那一个人。那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性别吗？还是因为某些社会的规训，或者是一些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的原因呢？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在我们大多数的家庭里面，是妻子在承担了自己日常的工作的同时，还承担了繁琐的母职和妻职，她已经不看重夫妻、不浩劫了呢？有没有可能是在很多的关系里面，是一个渴望理解、渴望沟通的妻子，面对一个不断回避的丈夫，她只能用这样情绪化的方式去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求期待可以被理解、可以被听见呢？所以当我们看见情绪啊，不是简单的贴一个标签啊，女人好可怕，跟他们讲理讲不通。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到她背后的需求是什么，以及造成她这种困局，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也是我在很多场合讲过的。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创办 C 计划？因为我当年是一个记者啊，法治民生口的记者。我当年在财经财新的时候，跟踪了很多起这种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啊，就是我经常会跟着什么失地农民啊、工商的这些工人啊，跟着他们一起到处去上访，到处去维权。然后我经常就会在旁边默默的观察啊，他们跟当地的这些官员啊，基层的这些官员，他们到底是怎么沟通的啊？怎么好好的说着话，就突然就变成了一场群体性冲突了啊！我原来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也是我跟着北京大兴啊一群农民去上访，去谈判他们的一个土地权益。当时也是一群人到了这个基层政府的这个办公室，然后对方来了一个工作人员啊，刚开始是非常理性的啊，这个工作人员第一、第二、第三啊，开始表达他的一个观点，非常理性，非常讲事实，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很好的一个对话的场合。但是这边的群众当中有一个人就情绪很激动，就用手指着他啊，你不要跟我扯这些没用的，你就跟我说一说那个谁
个手一指啊，可能在某种话语当中，用手指着你是一个极度冒犯的或无理的行为啊，对方的情绪就马上就下来了啊，你不要指我啊，你再指我，我跟你说怎么样啊，然后很快的，可能就是这么1分钟不到的时间，现场就混乱的就打起来了啊，就是一场这种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就爆发了。我当时写这个文章、写这个镜头的时候我当时的一个感慨就是，哇，讲理这件事情好重要。如果我们的村民，如果我们的官员，大家能够心平气和的好好讲道理，因为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我是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当中，他们双方的利益是有可以谈判的地方的，这件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因为他们不会讲理，没有讲理的习惯，所以这件事情最后就酿成了一个群体性冲突。所以我们要倡导公共理性，要好好的讲道理。这是我当年作为一个年轻的记者，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之后，我的想法。我的这个想法背后，其实是带有某种精英姿态的一个评判的啊，村民素质好低，他们不会讲理啊，然后这个地方的官员他们不知道怎么跟群众打交道他们提升自己的素养，他们学点批判性思维，我们可能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我现在可能就不会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了。批判性思维能帮助我更深层次的去分析他们当时的反应，他们情绪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会看到这些维权的失地农民们，在他们长期的这样的一种维权的迷宫当中，面对权力的傲慢，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失落、受挫、不公平、怨恨的这样的经历。我也能看到这个基层的官员在这种上下权力的夹击之中，在他们日常生活对他带来的这种消耗、这种浩劫，让他们是没有心力再去耐心的去处理这样的一系列事件。所以批判性思维其实是能帮助我们走得更远的，帮助我们去看到很多对话背后的困局，才去真正的找到解决性的方案，而不是看上去一团和睦的我们在相互讲理，但事实上我们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相互说服这个是我想补充的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顺着刚才张元说到的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彼此都是好人，都是理性的人但是我们却永远会坚持我对你错然后真的面红耳赤，不好好的讲道理说到这里呢，其实我很想推荐一本书就是这个卖自己书的场合再推荐一本别人的书。这本书叫做正义之心我在很多的场合有推荐过这本书，是美国的一位应该算是叫做应该叫道德心理学家道德心理学家乔拉森海特他的一个代表作然后我们学会思考这本书的第8章，如何和三观不同的人相沟通这一章的很多的内容其实是有吸纳正义之心这本书它所提出来的一个学术框架。这本书我在很多的场合都推荐，因为它真的是解决了我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好人却永远都会坚持你对我错，我对你错，是因为有可能我们的道德根基可能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在这本书里面，这个作者他是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给我们解释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我们有着什么样的不一样的道德根基。有3种道德根基，可能是我们普遍都有的。第一个就是关爱和伤害公平和欺骗，然后还有压迫和自由。就是不管什么文化下的人，我们可能都有这3组道德根基，但是不同的人他可能对这3组价值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例如我们说关爱，有的人的关爱他的同理心是更广的，他会关爱小动物，关爱野生动物关爱远方的难民，关爱外星人关爱机器人。但有的人他的同理心是窄的，他的关爱仅限于他身边的人，他族群里面的人，他社群的人。又例如自由和压迫，有的人他所关切的自由和压迫，他关注的是当权者对无权者的这样的一种压迫，他警惕的是政府的权利。但是有的人他会看到这种社会性的结构性的不公，他会看到资本的压迫，会看到某些权力就是掌握了这种权力优势的某些群体，他们对弱势群体的压迫，不仅仅只是政府他对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压迫。那还包括第3个这种公平和平等，有的人他看到的是这种结果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但有的人他所强调的是起点的平等，是一种实质的正义所以光是这3个根基可能人们就会有截然不同的观点。那除此之外还有3组根基例如一组道德根基是权威与反叛，一组呢是
是更强调这种忠诚和背叛，还有一组是强调神圣和堕落。我们人的身体是一座神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所禁忌，而不是说我只要不伤害他人的权利，我就可以百无禁忌的想做什么都可以做。所以这本书给我非常有启发的，就是它帮助我们看到，因为我们的性格特质的不同，我们受到的教育不同，我们成长的经历不同，我们所身处的文化不同，我们人和人之间可能天然所有的道德的根基就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你是一个坏人，我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蠢人，我是一个聪明人，而是因为我们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最基本的道德根基不一样，所以才会让我们在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去相互说服的。那这就回到刚才可晨说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相互要做的不是去说服，而是去理解我们彼此都是在真诚的去捍卫我们认同的重要的价值观，去尽可能的求同存异，找到一个被社会的大多数所理解的、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去促成一个更加多元的、更加包容的一个社会。对，南方这个展开，其实我认为对大家来说都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是，我们要明白，就是用我自己的话说，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活着，对吧？这个世界也不是围绕着你来旋转的，用个悲观一点的话，就说就是明天你嗝屁了，这个世界正常旋转，照样的旋转。这个企业把你开除了，或者你因为你受伤了没有到公司，这个公司也不会明天就破产。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是意味着非常多的东西，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意识到，这意味着这个世界是高度多元和复杂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一己的之私，或者说自己的自我欣赏，或者说自己的这个怎么说一种脾气，对吧？我们就否定别人